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周老师；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陆老师；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米娜老师。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看，男嘉宾小王21岁，来自四川，学生；女嘉宾小罗22岁，来自四川，学生。欢迎两位年轻人哈，大学同班同学是吧？对对啊，谈了1年了是吧？啊，对，要控诉是吧？控诉吧，开始。主持人是我要控诉。谈恋爱之前他就还挺温柔的对我，结果后来谈了恋爱之后，我感觉他变了一个人一样，他就变得特别的强势啊，就一直压着我，然后我就是帕尔多了成了。但是呢，我又不想当那个帕尔多，我要站起来，我不想被压着了，我得挺直腰板。你怎么了，姑娘？怎么弄得这个怨声载道的啊？他可能觉得我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老是不跟他商量或者怎么的，老压着他。但是其实很多事情，我比如说最开始跟他商量，他可能就是最开始他会接受，但是到后面他就会觉得有怨言。你这么告诉我，你对他做过些什么啊？还是让他说吧，他自己就是心里面的一些不满。嘿，这个时候表现得很好，我没觉得压迫，这姑娘多好啊，知书达理，给你留面，自己说，我也不说，我也没觉得我做的有什么过分的，对吧？挺好的呀。他只是在你们面前这样，单独跟我在一起，他就不这样了。那你揭示一下他的真面目好不好？就我跟他一个班的嘛，然后我们都是学汉语言的啊，然后呢都文科嘛，就男生比较少啊，然后呢再加上我的人缘可能好一点，然后我的异性朋友比较多，再加上我在我们班里长得还算比较顺眼的那个嘛，然后我就活泼好动，然后大家可能几个男生？对，我们班加上我就6个，全班多少人？全班有31个吧。我的异性朋友就稍微多一点，然后我也挺活泼好动的嘛，然后大家也就蛮喜欢我的。他就老是因为这个跟我生气，然后呢，也有其中有一些女生就想要可能追求我，可能也不是咱班的，其他班的也有，但我都会拒绝他们，因为我是一个有分寸的人，我这样对吧？这样我有女朋友了，我不可能做对不起她的事情嘛，然后我就拒绝他们了，我就说咱们谈不了恋爱嘛，咱们可以当朋友相处嘛，交个朋友嘛。主持人，你说这种有什么可当朋友的吗？你明明知道别人是有这种想法的，那你干嘛不直接拒绝呢？你删除拉黑就好了，这个微信你还加着干嘛呢？不是我跟人家又无怨无仇的，刚认识刚加上，哎，我就把人家删了，这不礼貌吧？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对吧？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圈子，对吧？我觉得这没问题啊，他就老是因为这个。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是这样的，就主持人，因为我家庭嘛，就是离异的那种，就是我从小看太多了他们这种。我就觉得，像对于感情这种，你纯粹一点就好了呀，对吧？你这样做就会让我很没有安全感。你也为我想想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女生很正常的这样想。实际上面就等于说你加了很多女生的微信，是吧？啊，是啊，联系吗？他不会主动联系，但是别人给他发消息，他绝对会回，对他不拒绝。哦，那你的要求是说，让他不加了，还是说要删除啊？就有些明显的那种，别人对你的那种明示了那种感觉，你加着干嘛呢？而且你又有女朋友，我就觉得没必要加。就不能加是吧？对，你就别加了呀。但是他还是加是吧？对。那你发现以后，你会采取是个什么措施呢？跟他吵架呀，就会吵，就老因为这种事情吵。就是为这事儿吵架。对，他就觉得我无理取闹。啊，还有我是我们学校街舞队的嘛，我会跳一些街舞，然后呢也会有其他人想要，就我跳街舞也挺帅的嘛，然后他们想认识我。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就可能跟我交流一下街舞的事情嘛，就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那结果呢，他还是会因为这个事儿跟我生气，对吧？我觉得可能人家就没有那种谈恋爱的意思，就跟我交流一下。但是有那么多别人跳街舞那么厉害的，你们那些地方为啥要找你呢？你又不是不懂那个意思，对吧？你干嘛要这样呢？主持人你也看到了，你拿了一个香饽饽在手里哈，就在这儿自发热自发光，其他的都来了是吧？不是，我就觉得这样就很过分呀。然后他就觉得我不理解他这种，就因为他这样嘛，然后而且最过分的是，我觉得他就有好几次我们演出的时候
他就不乐意了，他不想看了，他有事儿，他得走，然后他得硬把我拉走。我说我不可能抛弃我的队友不顾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是不走，我就跟你生气，我就跟你吵架。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只好跟他走了。我队友都说我，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然后你真是个怕耳朵啥的，我挺好面一个人的，我觉得真没面子，我觉得这样。了。不是，我有时候我也不是说不让他跳街舞，我有时候也陪他训练，陪他比赛。他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看着我。你看嘛，你每一次都这样想，其实我每次没有这个，我主要就是想觉得他挺累的，就跟他陪他去比赛，去陪他训练，给他递水什么的，对吧？他要这样想。明白了，女生说我是关心，男生说你是看着，对吧？行，好，还有啥？就我有一帮哥们儿嘛，就玩特别好，好兄弟。然后我们经常一起去吃饭啊、喝酒啊、吃夜宵啥的。然后我就想叫着他一起嘛，让他也认识认识我朋友。结果他就老是不去。然后呢，我就自己去呗。我去了之后，他又跟我生气，他还跟我闹，他说：“哎，你都不陪我啊，不干嘛不干嘛。”我就觉得我的人生里就不光是只有爱情吧，我得维持我的友情吧。不是，是这样的，他那群朋友吧，在跟他们玩之前，他很乖的，从来没有去过酒吧。就那之后，就经常跟他们一起喝酒，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就怕把他带坏。我是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呢？但是后面我也是去了呀，我也让步，我不是也跟你一起去了吗？对吧？他确实去了啊。然后你知道是为啥吗？他去了之后，他跟我那帮兄弟就开始玩。他最开始觉得我那帮兄弟，他刚才说了，他说他们哎就是只会把我带坏啥的。对，刚才说他们那帮人孩子不好。对，然后呢，他后面过去跟他们玩，然后过去之后还不让我喝酒，他说哎你少喝点酒，然后我来跟他们喝。我说我一个男孩，我需要一个女孩来帮我喝酒吗？我挺要面的。然后呢，挺要面的。对，他就跟我那帮兄弟玩，喝酒啊、划拳啥的都玩，然后他们关系就越来越好了。然后包括我那帮兄弟有些单身的嘛。他就张罗着把他那些闺蜜、好朋友也都介绍给他们，等于你用你一个人能量把一帮坏男生全给带好了，是这意思吧？也不是，我就是他是有目的性的哦，就策反。我懂，对，就都是年轻过来的嘛，对，他有啥不明白的嘛？然后呢，经常我们吃饭嘛，他还跑着去结账啊啥的，一来二往的，然后他就跟我那帮哥们儿关系越来越好了。结果到后来，我那帮哥们儿出去聚会的时候，都先问问他的意见，问他去不去。如果他不去的话，他们就不敢来问我了，就都知道我是个怂包，就觉得我怂。听明白了，姑娘还挺聪明，很厉害啊。没有，就是也没有这个样子。我承认吧，最开始我是有私心的，因为经常没跟他在一起，我也是想让他的朋友能帮我看着他，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那帮朋友，别人也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们肯定觉得是我对你好，所以才愿意来问我呀。后来我就特想问一句啊，经过你对那些人的这个了解，你觉得那些人还坏吗？我觉得最开始可能我确实有点误解吧，只能说比较喜欢玩吧。然后主要是他之前不是那样，所以我会有那种误解。我说怕他们把他带坏了，懂了，对吧？所以你们现在你看也有了共同的朋友圈。对呀，这样不挺好的吗？主持人，我跟你讲啊，他其实还特别双标啊。她跟她闺蜜出去玩的时候，我想着她们两个女生嘛，有时候又是晚上出去，我就觉得不安全。我说我陪着你们一起吧，就保护一下他们。然后我说你们俩聊天，你们玩自己的，聊自己的，我也不插嘴，我在旁边待着。结果她倒不乐意了，她就坚决不要我跟着一起。她把我那帮兄弟策反了，我觉得她就是怕我把她的那闺蜜给策反了，怕我跟她闺蜜关系越来越好了。你想多了，真的想多了。而且主持人，你想，我们两个女孩子出去玩，对吧？就是拍拍照、吃吃饭、看看电影，你跟在后面，你无聊不说，而且再加上我那闺蜜，别人又单身，我们俩在一起，她多扎心啊，对吧？不是这个意思。女生说我得把我干的事儿防止她干了。没有那个意思。行，年轻人谈恋爱，你看各种小心思都说出来了，就这样了吧？没事了吧？可以了哈。啊，还有事儿吗？那还太多了。那接着说。他从小是跟他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嘛。哦。然后他跟他爷爷奶奶关系就特别亲，特别好。他基本上都听他爷爷奶奶的话。有一次他就跟我提，他说要带我去见他的爷爷奶奶。我就想说，我一个大学生，我都没毕业呢，我从来都没见过家长呢，结果我就要去见他爷爷奶奶了，还是老一辈的人，我就特别紧张，知道吗？我就真的我现在想起来，我都紧张啊！我感觉比我当时高考都还紧张。那你也得去上门吧，就没办法得上门。那天在饭桌上，他跟他的奶奶承诺了一句，他说如果我们以后结婚了买房子，就会买到奶奶家附近。我当时我就听懵了，我说你这个事儿你也从来没跟我商量过，你就这么轻易的替我做决定了，就替我下决定了，我就
很懵。然后后来回去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如果到时候我没有遵守承诺的话，那我不是成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了吗？那奶奶不就更不喜欢我了吗？我也不是说我事先想好的，因为是这样的，他平时他就是一个特能说的一个人，但是那天你不知道你怂什么，你知道吧？又特别紧张在那儿。然后我肯定是要把话说的好听一下，让我爷爷奶奶觉得啊，这小伙子还不错，对吧？他那天又说不出话，那我就随口一说，我只想话说好听点。我们俩之后的打算，我们俩可以之后再计划呀。我家人那么爱我，他们也不可能说就要把我拴在身边，对吧？不可能这样的，是你自己想多了。我也觉得你们这问题确实也考虑早了，包括见家长，你可以当成一个普通的朋友或者没有，我当时就想着，就是我爷爷奶奶很亲嘛，然后就带他见一下。行，这个事儿咱们就放在一边吧，因为你们俩能不能走到那一天也不一定呢。还有别的吗？然后就还有一点就是他总是觉得他付出的比我多，就我感觉我从来都没为他做过啥事儿一样。但其实呢，就他在学校里嘛，就吃饭的时候，他就让我给他带饭，我给他送外卖，我当人肉外卖员，就我给他送。然后呢，我想着这是我作为男朋友嘛，我应该做的，那也没事，我替他送了。就后来呢，我觉得他可能有点虚荣心嘛，他就跟他室友提了，说我男朋友给我送饭啥的。然后他室友呢也觉得说，哎，要不让姐夫帮我们也送一份呢？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想着，我这么一个好面子的人，我给我女朋友的面子我肯定要给足吧。我说其实我心里特别不愿意，那我还是天天给他们带，我就双手拎着大包小包的，一个两个的全都给他们送过去。后来更变本加厉了，他的舍友还让我帮他拿快递，就我们学校快递站离我们学校那个上课地方特别远。有一次我刚下课，我特别累，然后呢就收到一条微信，说那个帮我拿下快递呗。我就想着其实我特别烦，特别不愿意，但是呢我想他是我女朋友的室友嘛，我给面子嘛。你是他们宿舍的免费跑腿小哥，对，我就特烦。这个事情我承认吧，我确实可能有一点虚荣心，但是你想想，你是我男朋友，你不应该对我好点吗？对吧？而且我也是为你做的事情啊，因为在学校嘛，住校嘛，然后我家就在学校附近，我就可以回家给他做饭。我就想我给他做个爱心便当，我也从来没做过饭呀，我也跟着网上教程去学，对吧？我精心的给他做了，拿给他，他就觉得很没有必要，这种事情特别多，他就觉得我做这些无用功，你干嘛做这些事情呢？那我心里面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很难受呀。不是，那确实没有必要啊！我就是想着，你平时上课上学已经够累了，你还专门跑回家坐车那么远，然后辛辛苦苦的还做饭。我知道做饭辛苦，你那么辛苦，其实说实话也不太好吃，还不如我们去吃食堂呢。然后呢，这个就不说了，我就觉得我也是为你考虑吧，我想让你轻松一点，不想让你那么累。那后面我说我们俩互相还可以洗一下衣服那个事情呢，你开始你是接受了的吧？后面你又在那儿跟我很生气的跟我说什么呢？主持人，我跟你讲，就洗衣服这个事儿，就更体现了我根本没有家庭地位。他提出说我们互相帮对方洗个衣服吧，提升点情侣的亲密度，我就答应了，我觉得也挺好。然后我就给他洗，洗完之后呢，就晾在我们寝室里边。然后我室友看着，每次都在说我，他说我怎么样的，我就挺难堪的，我就挺没面的。然后我室友现在他们都不叫我名字了，就直接叫我帕尔多，哎，小帕尔多。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挺有情趣的，我每次把你衣服晾在我们寝室，我那些舍友们都觉得挺羡慕我的，我觉得挺好的呀。行，你们今年大几啊？大3。有啥规划吗？有啥打算吗？就我们之前他就是我提议的，我说我们可以考个教资嘛，就是当老师，因为我家里面我也跟他们说过，他们也挺支持的。我跟他商量了，他也说还行。后面我连名都已经报好了，他告诉我他考研。主持人听我讲，就我开始跟他商量好了嘛，说考个教资，然后就一起上班。他也跟我说了，因为他是本地的嘛，他家里人肯定能对我们找工作给一点小帮助啥的。但是我觉得呢，我现在还太早了，我都没进人家家门呢，人家就这么帮我了，我觉得有点受不起。我觉得还是想靠自己吧。刚好碰巧那个我导员找到我，他说问我你要不考虑一下考研的事儿，然后我就想着。靠自己吧，我自己考个研，我自己努力，自己拼，自己去闯。然后呢，我就才决定我考研。都是为什么我对你提供帮助，你就要拒绝呢？别人对你三言两语就这样讲一下，你就很听得进去。不是很听得进去，是因为人家确实是对我有用的意见啊。那我对你的帮助没有用吗？我讲那些话，我都是废话吗？不是，你那些帮助我说了，我受不起，知道吗？就我选择考研，我就觉得你老把我当外人，你讲这种话，你知道吗？我选择考研是为什么呢？我还不是想着我以后能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我工资高一点，以后咱们俩的生活会更好一点。我也不是为了咱们俩考虑嘛。他也老给我花钱啥的，我也觉得心里不得劲。他老给你花钱？就我们谈恋爱之间花钱嘛，可能他给的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钱公用，为你多花一点没什么呀。我自己心里面都没觉得什么，你看嘛，你自己太敏感了，我觉得是你自己想的太多了，把我的好心想的那么别扭，你那么别扭干嘛呢？不是您这钱是哪儿来的？我问。就是父母给零花钱，然后平时因为我家就在附近嘛，认识的人比较多，我可以去找一点那种小兼职，可以做，还自己可以挣一点。就我也知道他花钱稍微比我多一点嘛，然后呢，我也想着我一个男孩子总让女生花钱，我觉得不好。然后呢，我也去找了个兼职嘛，上夜班，然后工资会多一点。我找了一个学校离学校稍微远一点的，然后就没课的时候我就去。然后我在那边还租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嘛，我自己一个人住，我就将就了。然后呢，他就觉得我是为了故意躲着他，去了学校那么远的地方去做兼职，然后他还总是觉得我不安分，说你那边兼职的是不是都是一些小姑娘啊，都是一些女大学生啊，他又不放心了。我是心疼你，你知道吧？我觉得没必要，然后你就老觉得我是防着你怎么的，但是后面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我说你在学校附近找一个工作是吧？我们俩一起租个房住好一点，不是挺好的吗？其实我跟你讲啊，主持人，就到最后我妥协是为什么呢？是他跟我一哭二闹三上吊啊！他跟我说，你要是不学校附近找个工作做的话，那咱们就拜拜。然后我就觉得，就因为这点事儿分手，我觉得太没必要了，我就答应他了。那你今天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是希望有什么改变呢？就是我刚才提了，她谈恋爱之前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跟她谈恋爱了。然后到后来我觉得，好，用3个词来形容恋爱前的她。恋爱前她就3个词啊，学温柔、知性、成熟。恋爱之后呢？恋爱之后这3个词儿全反了啊！是哪3个词儿？暴躁、不知性、幼稚。嘿，这个是忍着的吧？平常已经，对，话已经冲出口了是吧？我看你今天内伤受的比较多啊。你是在心里认定说这个臭小子就是以后陪你一辈子的那个男人了？对，我是你认定了是吧？对。小潘，哎，你认定了这个女生是你一辈子的女人了吗？就我还是心里还是很希望她是的，但是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觉得可能真的会。其实就是我并不确定嘛，对不对？就如果她能改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很想跟她在一起的。其实她没有什么要改的嘛，这就是她最本性、最全面的东西嘛。她在外人面前可能是温柔的，但是她对她自己的男人，她的要求不一样。行吧，事儿就摆在这儿了。他们俩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男生说的特别好，你的女朋友是很成熟，成熟得来可以当你的老师了，而且是你们家的教导处主任。但是我想跟女生说，我想问一下，这2件事情你觉得算不算双标？你不可以加其他女生微信，可是爱太满，有时候就会让对方窒息。我们凡事都是要留一点余地的。让自己相对客观的去判断，我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去努力。我觉得你现在就完全不知道方向，你只是认定了这个男生，我就是想和他在一起，所以我所有的努力都是让他成为我需要的那个男人，这个方向就不对了。因为没有谁会成为你需要的那个他，只有你们彼此般配，互相成就对方。他变不成你心目中那个他成熟不到说现在就能见你爷爷奶奶游刃有余，他也变不成见了女生就能断然拒绝，我有女朋友啊，不要和我加微信啊，他不是这种人。所以如果你使劲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你就是撞南墙。所以我们爱有时候不能太满，你要给他彼此包容的这样一个余地。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留一点空间，不要去过多思考他，而是更多的思考自己，慢慢磨合，才能达到一种舒服、放松的恋爱的状态。男生，我觉得你其实就是这样啊，你做事的风格就是磨磨唧唧、拖泥带水，特别不成熟，男女的界限不清，所以他不放心啊。所以我觉得你呀，和他确实有一定的距离，你们对情感的要求、对爱情的判断都不大一样。如果你还是喜欢他，那你真得快点成长起来，好吗？谢谢。谢谢杨老师。有手段啊，有手段。什么叫有手段呢？就是既有掌控欲，又有执行能力。比如我管他，他服管，我就相信我在爱里还安全。其实你并不是要这个管理后的成绩如何，而是他服不服管这件事儿。
他能服管，就说明他爱你；他不服管，就说明他不爱你。哪怕他不服管之后，他加了别人微信，不跟别人谈恋爱，你也受不了，因为不服管本身就是对你的爱的挑衅，对吧？然后包括零用钱这些，你也不开心。为什么我给了你省下来了那么多的钱，我又贴心又省钱，你为什么不觉得惊喜呢？这个就像是爸妈给孩子买了礼物或者给了零用钱，小孩怎么没表示出狂喜呢？小孩怎么会说爸爸妈妈，我想要的不是这个，我想要的是你们陪陪我，或者是我想要的是今天不写作业等等。爸妈会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沮丧。你不能够用这个方法来对待他，因为如果男朋友需要靠这2种方法来留住，那么这个男人一定留不住。你们忘记了，在爱情里头有一个最根本的3个字叫吸引力。如果一个女人对男人没有吸引力，而得靠大棒和胡萝卜来使这个男人留在你身边的时候，那么总有一天会有更大的棒子和更香甜的胡萝卜使他转头，不用再去做这么多徒劳而使自己显得姿态难看的事情了。如果他爱你，你不需要怎样，他还是爱你。如果能够稍作调整，那就纠正一下，让自己和对方都舒服一点。好，谢谢米达老师。到底什么是好的爱情？达到这6个字，在我的心里就算好的爱情。无条件，有底线。我爱你是没有条件的，我不就傻傻的爱你吗？我给你付出吗？我默默的那个吗？没错吧？有底线是什么？当你触及到我的底线的时候，学会转身离去。因为我们是成年人，我们在用一种管理的方式来管理一个男人的时候，你不怕你老得快呀？男生那个态度是真实的，我不确定，不确定是真实的。女生，你能确定就是他吗？我再问你一次，你仔细琢磨琢磨，真的就到了吗？没有。对呀，那为什么不放松呢？一起进入真情60秒。刚刚听了老师说的，来，请关门，请关门。哎，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请开门。我们一起来分享属于这对年轻恋人的幸福时刻。来，各位，请见证。请亮灯，请亮灯。走吧，走吧，走吧。郑老师，走吧，走吧。他真的就是个小男孩。就是。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男嘉宾小李，23岁，来自济南，体育老师；女嘉宾小付，23岁，来自济南，口才老师。欢迎2位老师啊！教多大孩子的你是？我们是教那个小学到初中这个年龄段的。啊，一个单位的？不是的，他是口才老师，我是篮球老师。啊，高中就是同学是吧？对。啊，是高中就谈了呢，还是？大学谈的。到现在在一起几年了？5年了。时间可不短了呀，姑娘。对呀。是打算要结婚了？对，是这样打算的。哦，所以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我男朋友吧，他就是生活当中特别的马虎。不是，这马虎有啥？哪个男人不马虎呢？对不对？他咋马虎了？他有多马虎？你说他的这种马虎就已经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困扰了。就比如说，之前我有一次感冒了，嗓子疼，我说你去给我拿个药吧，顺便给我带一个红枣味的酸奶回来。他就去了，特别着急忙慌出去了。结果一会儿回来之后，你知道他给我拿了个什么吗？主持人，他给我拿了一个红枣味的饮料。我都说我嗓子已经那么不舒服了，你还给我拿饮料干嘛呀？
我那不是没有在超市里面找到酸奶吗？我嗓子都很不舒服，他还给我拿了饮料。你说你喜欢喝红枣味儿的，然后我就给你找了个饮料，那还是个乳酸菌的呢。那饮料能和奶能一样吗？那最主要的是什么？特别让我生气。我是感冒，你知道他给我拿了个什么药吗？他给我拿了一个退烧药。那退烧药和那感冒药这在对吗？那孩子新闻写错，我能不着急吗？我就联系人考级办那边，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小的事情你都能做错？我觉得这不应该犯这种错误。那天你在忙，我也在忙呀。我在忙，我没有跟你说，然后我就把你这件事情承担了下来嘛。事情是没有做好，你也不应该这么责怪我吧？主要是他做之前，我给他叮嘱了，我说你看清楚，你再写，你要不然后期会很麻烦。就因为这个事儿，他一直在那吵我，就我感觉挺影响我们感情的。这件事情你不要上升到感情这上面，我觉得。还有就是，他喜欢打篮球，因为他篮球教练嘛。他平常打球的时候，他会带个包出去。哎，我也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他还把 iPad 给带出去了。结果呢，他回来之后包也没了，他 iPad 里边也丢了呗。那是刚新买的，大哥，新买的 iPad 就没了。然后你知道他第一时间他没有告诉我，他找了朋友借了钱，他又买了一个新的，他想瞒过去我。但是当时信息填的是我的，又买的时候呢，我会立马就会接到这个信息嘛。我当时就很生气，我给你再叮嘱万嘱咐，我说你记得把东西都带回来。包也丢了 ，pad 也丢了，你还找朋友借了钱买了新的，想瞒过我。我丢了 iPad， 我也不是故意的嘛，我非常自责。事情发生了，我就想着是先得瞒过你吧，你才是我最大的难关的嘛。那你这不是又买一个，你不浪费钱吗？那我也比回家听你唠叨强吧？你看你又得从头指责到尾，开始翻旧账，还不如买一个素净呢。你买一个素净，你不是浪费钱吗？现在，主持人，我女朋友之后让我去打工，抓紧把朋友钱给她。我说我等着工资发下来再给呗，她不让。她3天2头的就开始念叨这个事儿啊，钱虽然不多，你老欠着人是怎么回事啊？这么马虎啊，以后还能不能成事了？然后我就被她一激，就出去打工了。哎，没白没黑的，然后挺累的。我那不是让你花钱买教训吗？你现在每天又是丢包，又这事儿那事儿的，给我买错药。你现在是小事情，你万一往大事情想，你贷了个款你没还，你信用不受到影响吗？你自己也不想想这些事情。这本来一件小事，你也不能上升到这种程度。那你怎么又敢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呢？就还有主持人，就是因为他已经见过我妈妈了嘛。我妈妈呢，其实一开始对这个男孩子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就觉得他又踏实又稳重又憨憨的嘛。但是其实后来跟他一交流，发现他就比较幼稚嘛，还是。然后就比如说我妈妈就会问他，什么时候打算买个房啊？他就说那个阿姨，我现在对房子还没有什么太多了解。你怎么跟家长这样说？我妈妈就有点就是可能就是不是很那个，是觉得小男孩不是很上心，就有点就不想让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这种样子。你和你妈都想多了，孩子啊。女生首先，你刚才说的不是她马虎，买药是不具备生活常识。第二个，写错名字也好，还是丢了东西也好，那叫马虎。但是这些事在我的眼里，不是这个男生马虎，是你也就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你怎么所有的事都交给他做呢？你除了会斥责他，你还会干什么呢？您是多重的病啊？您告诉我，感冒分多少种感冒啊？您让他到药房买什么样的感冒药啊？我那不是嗓子疼吗？你有处方吗？嗓子疼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说话说多了嗓子疼。对，说话说多了嗓子疼，为什么告诉人家说你买感冒药呢？那不也带着流鼻涕咳嗽吗？你看还在这儿较劲，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我就不想说嘛。自己的工作为什么要交给男朋友做呢？别人替你做了，没有感恩之心，为什么还指责呢？因为那天就是很忙，没有因为所以，忙死了也是你的工作。怎么了？一男人出去打个球丢了个 iPad， 他说那句话，我要是你，我跟你说找个地缝我就钻。谈了5年的男朋友说，我生活里面最大的障碍就是你，我最害怕的就是你，就是你在他的心里就是一个见到你恨不能跑的一个女人。我要再说的直白点，不就是母老虎吗？害怕吧？还可以，不就是这个吗？还来了，我带他去我们家，我妈问小伙子你什么时候买房啊？
小伙子说：“阿姨，我还没打算。23岁的小伙子拿什么买房？凭什么他能买房？所以我说你和你妈都想多了嘛。”我呢，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我女朋友这个人比较任性嘛，然后她你说的啊，你小心点啊，来。然后她平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呗。就是上回嘛，我工作回家以后挺累的，吃完饭就睡了。她饿了想吃个宵夜，就拉着我起来，我心里是十分不愿意的，然后我还不敢不去呗。我平常不熬夜，我男朋友喜欢熬夜，他经常性的2、3点才睡觉。然后我那天呢，是因为有工作，我寻思着是抓紧忙完工作，再出去随便喝个面条嘛。那天其实也不是很晚，就是10点多嘛。他平常是一个，就即使别人1、2点给他打电话，他也会出去的人。就结果那天就是我说我很饿，然后我就把他拉起来就走了嘛。然后他就特别的不高兴，就给我摆脸子。你看我那天晚上为什么睡那么早呢？那不是还是因为没睡好，并且工作还很累。我说办不了事儿就不是朋友，我只是说你对待朋友你要有一个度，好吗？主持人他经常把我说的这样无语。上次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俩本来说好了是，我俩就单纯的吃个饭。哎呀，结果到最后人场地没了，我就问我说，你当时觉得哪个好看呀？他说你在跟我说什么呀？我说就当时给你发那几个场地呀。他说什么场地呀？我当时就挺生气的，然后他骂了我一句，他说你不拍照你会死啊！就当时特别凶的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当时就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当时他说你身为一个男的，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也不能一直赖我呀，对不对？我没有赖，我只是说我想让你多伤点心嘛。哪有你那么说？你就是小毛病太多了。主持人你知道吗？他平常是一个特别能熬夜的人，他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觉，早上不吃饭，反正这生活挺不规律的。那我就是生活一个还挺规律的人，我就正常睡觉，正常吃饭呗。我早上又不需要起床，我那工作不就是从下午开始的吗？然后我跟你不一样呀，你早上起来还得抱怨，你边吃饭边抱怨，你还在那睡懒觉，你们俩你说你让我起来干嘛？你们俩哪有一点能在一起再往下走的动力呢？除了抱怨就是指责。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就是你们俩这5年是怎么在一起混下来的？先告诉我。就这5年，你们俩坚持的动力是什么？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我能回答。你回答。我觉得是我比较能包容吧。对，你能包容。姑娘，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那我觉得我除了嘟囔他，我觉得他这几点之外，其他的我还挺好的对他。女生说我除了唠叨，其他我都很好，是这意思吧？对呀。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这么一个马虎的、无脑的、不上进的。生活也不规律的，交友也不慎的，拿不上台面的这么一个男人，你是怎么坚持的5年啊？也挺拿得上台面的，长得也挺高的。拿不上台面啊？也挺高挺帅的。帅吗？一点都不帅啊！挺帅的。带着海底捞就给你丢人呐，对不对？不丢人，挺。我刚才总结的那一切都是你自己描述过程里描述到的点。他除了那些，他其实平常也挺照顾我的。
指纹锁，没事了，再也丢不了了。所以，既然你觉得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缺点，那你就想办法帮他如何去化解。谢谢小鹏老师。昨天我在出差，然后呢，我就看到一条我那个就是支付宝的信息，有30多块钱的打车的费用，因为我儿子和我是联名的，他的消费我可以看得到。是。你觉得你凶吗？挺凶的。我觉得你妈估计也很凶。你和你什么指责他的记忆力喽？说他的这个叫什么买个红枣酸奶这个事儿，我的天，就是一上来的时候那个红枣酸奶把我给搞懵了，因为他说是红枣乳。其实我的女朋友也平时对我挺好的，就是她只要不发脾气的时候，真的是对人挺好的。但是他发脾气的时候多吗？挺多的。你的男朋友在这个时候还在替你辩护。我跟你讲，姑娘，如果你不改，真的，你的人生的悲剧我们是可以一路预示到的。我见了太多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或者是说慢慢的会变成中年妇女，永远在抱怨的一件事儿：我的丈夫有多么无能，我的孩子有多么的讨厌，朋友们多么的怎么样，永远抱怨抱怨抱怨，一根筋的认为只有。没啥好说的了，就是年轻男生就记住一点。底线呢，尊严呢，一起进入真情60秒。刚才听了几位老师的意见，还有主持人说的嘛，就是确实是我平常生活当中，确实是对你太苛刻了。有些事情呢，在以后生活当中呢，我也会多去理解你的感受。照顾一下你的心情，我也会尝试着多包容你一些。我呢本身就是练体育的，然后特别马虎，神经比较大条，但是我对你的心都是真的。我觉得你应该多看到我身上的闪光点，多鼓励我，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好的走下去。谢谢2位年轻人，请回吧。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看结局吧，请开门。以后好好的。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慢慢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眼神间请亮灯。谢谢2位，请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一起进入京云中央厨房，走进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跟男朋友吵架呢，他喜欢说分手，然后第2天又转过来讨好我，我很不喜欢这套流程。然后呢，他有一次我们吵架，他就给父母打电话说我们经常吵架，这让我有点烦，因为我见过他父母，感觉这让我会很尴尬，加上他老说分手，我很累。当一个人把分手挂在嘴上啊，证明呢他没有什么爱的能力。当一个人把2个情侣之间的矛盾说给自己父母听的话，就证明这个人在这份感情当中没有太多的承担，也没有太多的责任，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伴侣。再一次的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